上一世，保姆将我和他的女儿调包，她是林氏集团的千金，我是阴沟里的老鼠。她成了豪门贵太太，我被嫁给穷小子。后来豪门倾塌，她的光环不在，而我老公白手起家，成功逆袭。再次醒来，他哭着不肯嫁入豪门，想让我这个真千金替他步入火坑。可他不知道的是，我也重生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深夜，叶家千金林晴跪在林家别墅的大厅里，声泪俱下地坦白自己并非林氏真正的千金，而刚刚因为闯入林家而挨打的我，才是真正的叶家千金。我看着被藤条抽肿的手掌，知道林晴应该和我一样重生回来了。她说她罪该万死，平白无故夺走我10多年的富贵人生，这顾家少夫人的位置，她无论如何都不敢肖想。叶父听到后震怒，立马封锁林家别墅，要求彻查此事。保姆在被审讯后供出所有真相，然后一头撞上了门口的罗马柱。而林晴深明大义，主动揭露真相，再加上自幼便被林家当成掌上明珠，从未受过任何委屈，所以这次也没人处罚他，只是不知道他该何去何从。而我那在外出差的哥哥林浩也匆匆赶回来，红着眼睛替林晴求情。这一切都是保姆的错，晴晴也是受害者。我与晴晴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即便她不是我的亲妹妹，但是比亲妹妹还亲。我怎么忍心看她一个人在外面漂泊？说着，林浩冷冷地瞥了我一眼。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嫁入豪门的。林晴在外面这么多年，谁知道有没有沾染什么恶习？若嫁到顾家出了什么差错，那可是会连累全家的。爸妈，我认为不如就将错就错。叶夫人慈爱地安慰着跪在地上的林晴，这样也好，但晴晴也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妈，你放心，公司里面有个职员叫陈飞，我看着平时人也上进老实，林月嫁给他会过得幸福的。不过既然现在林月已经被认了回来，为了避免与顾家的联姻出现意外，不如让他去西山上那栋闲置的别墅先住着，我们林家绝不会亏待他的。我冷笑，还真是我的好哥哥，什么怕出意外，不过是想让我永不出头，把我和林晴的身份彻底调换个位置罢了。西山别墅那里除了冰冷的装饰，常年无人问津，简直就是一座无形的监狱，莫名其妙被关在那里。我何错之有？我的好哥哥，轻飘飘的几句话，就将我的后半生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一世，顾家大少爷顾廷身体孱弱，在顾氏危机时仍出面力挽狂澜，只可惜病发无力回天。而我那平凡的丈夫陈飞，虽趁机崛起，成为业界巨头，却毫不犹豫地冷落了我这个发妻。为了逼我走，他寻花问柳，对我百般羞辱，甚至为了一个小明星，不惜要和我离婚。林晴只看到了我表面的风光，却不知我也在黑暗中挣扎。现在他又想再次夺走我的人生。他楚楚可怜地说，哥哥对晴晴太好了，晴晴怎么报答都报答不完。这些年，林家把我当作掌上明珠，我享受着爸妈和哥哥的宠爱。如今真相大白，我怎么敢再抢走林小姐嫁入豪门的机会？林小姐受了10多年的苦，也应该享享福了，不然晴晴心里怎么过得去？我的好晴晴，妈没有白疼你，你这么懂事，真是委屈你了。林夫人心疼地安慰她，你既然晴晴都怎么说了，那我们也不勉强你，就按你说的来吧。此前一直没有说话的叶父也开口了，我的宝贝妹妹，
让你受委屈了。林浩一脸担忧自责，连忙上前扶起地上跪着的林晴。他从我身边走过，将林晴小心翼翼地扶到沙发上坐下，自始至终都没看过我这个亲妹妹一眼，似乎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林浩又说，既然林晴自愿不嫁入豪门，那就算了，但是刚才提到的和陈飞的婚事，他是坚决反对的。等这段时间过了，他一定要在帝都的一众青年才俊中替他选一位24孝好老公。不过他的这一说法马上又被林晴拒绝了。他说他怕给我惹来麻烦，所以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陈飞。在我的沉默中，林父和林母都红了眼眶，他们心疼地抱住林晴，说她是善良的好孩子。他依旧站在大义面前，林家的利益重于一切，他不愿用自己的幸福换取林家潜在的危机。然后在林晴的坚持下，他们同意让她嫁给陈飞，而我则恢复了林氏千金的身份，即将嫁入顾家。为了3天后能顺利嫁入顾家，林母安排了2个经验丰富的礼仪老师，专门教我豪门礼仪和规矩。他们教导我，豪门千金的言行举止应该是怎样的，餐桌上需要注意什么，社交的时候怎么表现豪门千金的风采。总之，不能在任何公众场合给林家丢脸。可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问我愿不愿意嫁给顾廷。在他们看来，我从卑微的平民一跃成为豪门少奶奶，这样的极致转变，我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我甚至应该对林家的恩赐和林晴的成全表示感谢。婚礼临近，林晴高傲地走进我的房间，她看着一袭定制婚纱的我，冷笑一声：“林月，别忘了，这门婚事是我好心施舍给你的，你一辈子都是保姆的女儿。”卑贱又可怜，她走过来，轻蔑地摸了摸我的婚纱：“你别以为嫁进顾家就能一步登天，不是每个人穿上公主裙都能成为公主的。”我明白她的意思，既有避免前世悲惨命运的窃喜，又有嫁给小职员的不甘。顶级豪门联姻，婚礼仪式定然盛大隆重，全城瞩目，而我将成为当天最耀眼的新娘。可林晴呢？3天后，她就要悄无声息地嫁给一个小职员，她当然不平衡，所以她今天故意来放话嘲讽我。可她不知道，前世陈飞能够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全靠我的暗中支持，不然一个小职员怎么可能有这么精明的投资头脑？而她林晴嫁过去后，只会当个什么都不做的全职太太。而陈飞那种凤凰男，可不是她这种被宠坏了的公主能拿捏的。我笑着摇摇头，没说话。可林晴却更加生气了：“林月，你别得意得太早，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婚礼当天，顾家的迎亲队伍早早就在林家门外等候了。听说顾家长子腿脚不便，所以由他弟弟，也就是顾家的2少爷顾选代劳迎接。因为2家都属于上流圈子，所以婚礼的一切流程都按照传统习俗走。可上车前却出了一点小插曲。按照习俗，新娘子上车前要由家中的哥哥或者弟弟护送，可林浩却迟迟没有现身。林父动怒，和顶级豪门的联姻不容出现一点差错，马上就派人去找。很快，一个下属匆匆跑来，在林父耳边嘀咕了几声。林父先是愤怒，后又无可奈何。他瞧了一圈，将二伯叫到跟前，让他的儿子，我的一个堂哥来完成仪式。我知道这又是林晴的伎俩，故意在这关键时刻搞点幺蛾子，将护妹狂魔林浩支走，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让我这顾家少夫人在众目睽睽下出丑。
看来他还是不甘心啊。不过顾家二少爷也没计较，见仪式完毕，也就把人接走了。我坐在婚车里，看着外面的风景，心里稍稍安定下来。临情使诈又如何？我还是踏入了顾家的大门。这一世，该换我改写命运了。前世，我出身平凡，自然没有机会见识顶级豪门的风采。更别提见到那位因双腿不便而鲜少露面的顾家继承人。不过后来，由于老公陈飞的缘故，我频繁出入社交场合，对那位顾家大少爷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了解。听说他双腿瘫痪后便体弱多病，顾家迎娶林氏集团的千金，虽然商业联姻的策略，但更多的是出于冲喜的目的。可这林情野心极大，过门后根本没心思关心顾大少爷的身体，只一心想要凭孩子巩固他在上流社会的地位。为了早日受孕，他可谓是想尽了办法，试遍了各种偏方和下作的手段。可能药效太猛，起初顾大少爷还真有一段生龙活虎的日子，但这也加速了他身体的负担。很快，顾廷便一病不起。顾家人震怒，命令人彻查此事。林情那些暗中的勾当很快就暴露了，直接被顾家老夫人软禁起来。再后来，顾家遭遇商业危机，顾廷想要力挽狂澜，却不幸病逝。林情则因为丑闻缠身在上流社会，销声匿迹。如今我已经重生，而且嫁入顾家，自然要改写这段历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照顾好这位病弱的顾家继承人。顾廷是改变我命运的第一环，也是最重要一环。很快，婚房外响起了轮椅的声音。我知道我的新婚丈夫来了。他打开门进来，缓缓来到我面前。接着，顾廷轻轻掀开了我的头纱，他的眼里闪过一抹惊艳。我抬头看他，见他虽坐在轮椅上，但有着雕刻般完美的五官，眉宇间透着英气，只是面色略显苍白。这就是顾家未来的掌舵人，也是我这辈子的伴侣。想起前世我的婚姻，新婚之夜，我的丈夫却和他的狐朋狗友喝得酩酊大醉，根本不曾踏入洞房，而我孤坐了一夜。第二天还遭到了婆婆的刁难与辱骂。这一世，林情将会承受我曾经的苦楚。我真好奇她会怎么做。正想着，顾廷开口了：“林小姐怎么又发愣了？我的脸上有花吗？”我回过神来，看着她笑。哪里？我早就听闻过顾先生的大名，今日初见真容，难免有些失神。顾廷挑挑眉：“哦，是吗？”我笑而不语。顾廷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四目相对，视线在半空中交汇纠缠，最后我们一起笑出声来。春宵一刻值千金，顾先生，我们真的还要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吗？闻言，顾廷的眼底闪过一抹暗色，我知道他对我动心了。我笑着凑上去，吻住了他的唇。他的唇很凉，很软，带着一丝淡淡的烟草香。顾廷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将我的腰按向他。他的吻强势又霸道，却又不失温柔。我被他吻得七荤八素，脑子里一片空白。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衣冠不整。顾廷的眼睛里燃起了两团火焰，他看着我，嗓音沙哑：“月儿，你真美。”我没有说话，只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着他带给我的欢愉。别墅的门铃响起，顾廷还在睡着。昨夜他折腾了一夜，这会儿实在起不来。我穿好衣服，下楼打开房门，来人是我婆婆顾夫人。我将她迎进来，又给她递上一杯茶，算是见公婆时的孝心茶了。顾夫人喝了茶，握住我的手：“好孩子，此次婚礼仓促，委屈你了。”说着，她从手腕上摘下来一个玉镯，
套在我的手上。我认得这镯子是顾家传给儿媳妇的，前世林晴嫁进来的时候，顾夫人也有送给她，只是后面被收回了。妈，这太贵重了。顾夫人拍拍我的手背，你是顾家的少夫人，区区一个镯子不算什么。说着，她看了眼顾婷房间的方向，压低了声音，婷儿从小就受了不少苦，如今有你照顾她，我很放心。你放心，该有的花销我们一定不会克扣你的，只是你既然进了顾家的门，就要担起顾家未来当家主母的责任。你和婷儿是一体的，你们两人的命运都维系在顾家上，所以一定要照顾好婷儿，尤其是她的身体。顾夫人的语气严肃，我点头应下。前世顾婷病逝，顾家乱成一团，顾夫人没多久也郁郁而终，只有顾婷在，我才能地位稳固。何况我还要改命。顾夫人刚走，管家便走了过来，说是林浩来了，要见我。我冷哼一声，让他走。管家应声而去，找了个由头将林浩打发走了。林浩气得跳脚，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中午，顾婷总算醒了，保姆准备了丰盛的午餐，摆满了整整一桌子，馋得我都流口水。毕竟当了10多年的普通人，没吃过这些山珍海味。见顾婷没什么胃口，只吃了一些汤羹，我忍不住了，简直暴殄天物。我直接拿着一个鸡腿，在她面前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夸赞：好吃。顾婷看着我笑，真的有那么好吃？我点头，当然。说着，我将另一只鸡腿夹到她碗里，你要不要尝尝？整天吃点汤羹怎么能行？我久病缠身，医生要我尽量清淡饮食，医生都是只敢保守治疗。我看你体弱，很大原因就是没好好吃饭。老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整日清汤寡水，只会更加虚弱。顾婷迟疑了一下，拿起筷子夹起鸡腿咬了一口。我期待地看着她，怎么样？她看着我，点了点头，好吃。我笑了，那就多吃一点。说着，我又给她夹了一块鳕鱼肉，尝尝这个。顾婷吃了，我继续给她夹菜，她一直在吃，到最后一桌子饭菜竟然被我们俩消灭了一大半。一旁的保姆和管家看得目瞪口呆，正要上前劝阻，却被顾婷一个眼神定在了原地。吃完饭，顾婷的精神明显好了许多，甚至还推着轮椅随我到院子里走了走，才回书房处理文件。我打算到花园里面消消食，顺便熟悉一下环境。管家却跑了过来，说林夫人和林浩来了。我冷哼一声，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又找上门了。我倒是要会会他们，看看他们又想耍什么花招。我让管家把他们带到了客厅，然后我缓缓走了进去。一进门，林夫人就站了起来，满脸笑容地迎接我。林浩依旧一脸傲慢地坐在沙发上，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林夫人连忙跑过去把他拽了起来。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见了妹妹也不知道问候一声。林浩撇撇嘴，心不甘情不愿地说了一句：妹妹好。我借驴下坡，也懒得和他计较。我可不相信他会心甘情愿认我这个妹妹。我们一同坐下，林夫人笑着和我拉家常，说些有的没的，希望我有时间可以常回家看看，林家也不会亏待我，该给的补偿一定会给我。我听着她的话，心里却冷冷一笑，什么补偿？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林夫人正说着，林浩却忍不住了，别废话了，我们这次来是有事要求你。他话音刚落，林夫人瞪了他一眼，林浩无视，继续道：顾家家大业大，你拿点钱出来，给晴晴添些嫁妆，
再代表顾家出席一下他的婚礼，这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吧？毕竟也是因为晴晴你才能嫁进顾家。我真的要被气笑了，要钱还这么理直气壮，也是第一次见。林夫人还算有点眼力见，察觉到林浩语气里的鲁莽，让他不要再说了。不过也是仅此而已。他也面露期待地看着我。林晴要嫁给那个普通职员，嫁妆自然不可能太丰厚，又想把排场摆开，所以他们就把主意打到了我的头上。想得美！我冷冷地看着林浩，顾夫人早有言在先，要我好好照顾顾婷，我怕是没时间去参加什么无关人员的婚礼。我有些好笑，林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底气，敢和我要求这些？林浩见我拒绝，马上就撕破了脸。林月才当了1天顾家少夫人，我看你这尾巴都快要翘到天上去了。林浩指着我的鼻子骂：晴晴是代替你才嫁给那个穷小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明日只不过让你出席撑个场面，顺便给他添一些嫁妆，这你也拒绝？要不是晴晴深明大义，今日吃苦的就是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得势不饶人，是不是？我懒得和他废话，直接冷哼一声，叫来保镖，把这个疯子赶出去。林浩好歹是林家大少爷，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当场就要发作。一旁的林夫人连忙拉住他，苦苦哀求：月月，你哥哥他也是一时心急才会说出这种话，你千万不要怪他。我抬眼瞥了他一眼，摆了摆手，保镖立刻退下。好吧，我就原谅他这一次。我微笑着看着林浩，管好你的嘴巴，如果下次还敢这样，可就不是被赶出去这么简单了。林浩被我气得直跳脚，却不敢再说话，只能恶狠狠地瞪着我。我知道他这是怂了，于是我继续刺激他：林浩，你也应该清楚，现在的林家跟顾家可没法比，只要顾家动动手指，林家分分钟就会破产，到时候你就是跪在我面前求我，我也不会看你一眼。我就是要让他明白他现在的处境。林家虽然也算是豪门，但是跟顾家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而且我也没说错，只要顾婷愿意，他真的可以让林家破产。林浩自然也明白这一点，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我又转头看向林夫人，还有，明明我才是林家的真千金，而林晴只是一个窃取我人生的小偷而已。他顶替了我的身份，享受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现在你们竟然还要我去给他撑场面，这简直是欺人太甚。我说到这里，只觉得心中一阵酸涩，前世的种种委屈又在眼前浮现。林夫人，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可你却对我视而不见，把全部的爱都给了那个冒牌货。你知不知道，那10几年来我过得有多苦？我被人抛弃，无依无靠，风餐露宿，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得了重病，差点就死掉了。而那个冒牌货林晴，却在林家享受着本应属于我的一切。林夫人听着我的话，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不知道是羞愧难当，还是心疼我的遭遇。我只不过是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怎么反倒成了他成全我了？你们若是觉得亏欠林晴，大可为他风光操办婚礼，又何必让我去给他撑场面？我可记仇得很，可没有林家的度量。明知她是仇人的女儿，还对她呵护非常，真是让我开眼了。我又是一顿讥讽。这时候林浩又冲了出来：林月，你别在这里颠倒黑白，当初把你们替换的是保姆，又不是晴晴，那10多年的穷苦生活也不是他故意的，你少在这里诬陷他。再说了，你现在刚重回林家千金的身份，又风光的当上顾家少夫人，还不都是晴晴的功劳？
按照哥哥的话，我还要去好好谢谢他。别人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我可是一清二楚。他知道嫁入顾家不久，顾婷的身体就不行了，顾氏又出了问题。他如今就是为了自保，顺便把我往火坑里推，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感谢就不用了，明天能用顾家少夫人的身份给晴晴撑个场面就行了。我要是不听呢？林月，你别不知道好歹，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亲哥，这次已经给足你面子了。顾婷身体不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你离开半天，还有保姆照顾，而且你要清楚，顾婷要是出了什么事，以后你还得靠我们林家帮衬。够了！林夫人面色大变，厉声喝止了他。别说了。林浩这才发觉自己失言，顿时脸色铁青，不敢再说话。真是精彩呀！一道突兀的声音传来，我浑身一震。只见顾婷推着轮椅从客厅外进来。老公，你身体不好，怎么不在房间好好休息？顾婷冷眼扫过他们。我刚才一直在外面，看来林家真是越来越落败了，竟然让亲生女儿受了这么多年委屈，还包庇一个冒牌货。林夫人和林浩在顾婷面前战战兢兢的，尤其是林夫人，还不时地偷瞄我一眼，似乎是想要我在顾婷面前帮他们说好话。可我就像没看到一样，专心地照顾着顾婷。很快，林氏集团的股票就下跌了10个点，市值蒸发了10几个亿。那些原本谈好的合作友商也不干了，他们纷纷表示不再同林氏合作。不仅如此，林家的丑闻也被宣扬了出去，所有人都觉得震惊与不解。堂堂林家居然会让亲女儿受那么多委屈，把冒牌货当成宝贝。一时之间，林家的风评下降到了极点，以至于所有的林家人都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了。林晴结婚的当天，由于林家的丑闻，林晴原本计划盛大举办的婚礼，最后也只能草草了事。整个林家连一丝喜庆的红色都不敢挂出来。新郎家条件普通，就连一辆像样的婚车都没有。林晴只能在伴娘的陪同下，悄悄地从后门步行而出，默默地踏入了她的新生活。至于她会不会幸福，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打我嫁入顾家以后，我就亲自打理着顾婷的生活琐事，她的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只是我仍旧有些担心，前世顾氏公司的危机正是从北方市场爆发的，合作的友商全都宣布终止合作。顾氏集团内部又出现资金链断裂，签下的项目无法开工，又面临天价的违约金。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虽然顾婷出面签下了一个国际大项目，但是为时已晚。顾氏的国内市场已经全部被人抢占，资金无法调用，而顾婷也病情突然恶化，撒手然后最终顾氏破产。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旁敲侧击地询问顾婷关于顾氏集团北方市场的情况，可她每次都说一切正常，一切正常，那就是不正常。顾婷或许还不知道，那些北方的合作商早已经被人收买了，他们正在为他人效力，等到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危机。我正因为这件事焦头烂额，林家却又开始频繁地邀请我回去。我本想拒绝，但是林父竟然亲自上门了。你妈自从那天回去之后就病倒了，她经常念叨亏待了你这个亲生女儿，你能不能回去看看你妈，也当给我们一个补偿你的计划。我转念一想，林氏在北方也有不少产业，或许我能在林父那里得到些许线索。再者，如果我再拒绝，恐怕会落下不孝的罪名，这对顾家的声誉
以及我的地位来说，都是一种潜在的风险，所以我只能答应下来。第二天清晨，我精心装扮一番，带着一众保镖，浩浩荡荡地回了林家。林家此次显然是为我的归来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刚下车，林父就亲自出来迎接，家里的佣人也是紧随其后，将我伺候得无微不至。餐厅里，林父甚至把身边的位子留给了我。随后，林夫人和林浩也坐了下来，他们对我关怀备至，给我夹菜，又不停地问我新来的厨师的手艺怎么样，合不合胃口。席间三人欲言又止，我一一看在眼里，就是不点破，看他们忍到什么时候。我猜肯定是那绿茶林情的麻烦事。果不其然，当我佯装吃饱想要离席的时候，林浩终于按捺不住了。妹妹，你等等，他叫住我。晴晴她在婆家过得很不好，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能不能什么？我冷笑着转过头去，她的事情与我无关。林月，你这个女人怎么铁石心肠？林浩又要发作，被一旁的林夫人拦下。月儿，我知道你心里对晴晴还有怨气，但晴晴毕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可也是我们心头肉。如今她日子过得实在困苦，希望你能够帮帮忙。林父此时也走了过来，语重心长地说：小月，以前是爸爸不对，没有把你找回来，可你姐姐她到底是无辜的，还希望你发发善心，为她撑一撑腰。我看着眼前的三个人，心里百感交集。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亲生家人，他们为了一个外人这么真心实意的付出，他们明明知道那个人是个骗子，可还是对他百般呵护。林晴虽然不是林家的千金，却被林家当明珠一样供着，她的前半生还真是羡煞旁人。一个小职员，林家的名头难道还不够面子吗？哪里用得上我？哼！明知故问，上次的事情，林家现在还在风口浪尖上，你还派人去晴晴婆家骂她不懂事，他们更加畏惧顾家，当然就认为是晴晴得罪了顾家。这下晴晴哪里还有什么好果子吃？我有些疑惑，我没有派人去骂林晴，随我而来的助理见瞒不住，只能告诉我是顾婷的安排。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顾婷本身身体就弱，顾氏还有很多事要她定夺，没想到我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也能放在心上。这是我在两世为人从未感受到的真正的关怀与保护。顾婷真心待我，我又如何能够寒了她的心，去林晴家打她的脸？我定了定心神，再次看向林浩。我和林晴不是很熟，他过得好不好，我一点都不关心。林浩愤怒地瞪着我：林月，你别以为成为顾家少奶奶就能高枕无忧了，将来总有你求我们的时候，别把事情做太绝了。我听出了他话里的威胁。顾婷的身体状况不好，若是她出了意外，我这个少夫人在顾家该怎么办？豪门争斗，波诡云谲，如果没有林家的支持，我接下来的路只会更加艰难。他们在等那一刻，等着看我的笑话，可我又怎么能让他们如愿？林夫人还想挽留我住一晚上，我拒绝了。走出林家别墅，此时已经华灯初上。我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这么璀璨的夜色，我感叹，我之前10几年的穷苦人生里，只能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苟活，从未有机会见到这样美丽的景色。正当我感叹繁华只属于上等人时，一道熟悉的瘦削身影从我眼前一闪而过。这身影对我来说刻骨铭心。陈飞，我前世的老公，现在是林晴的丈夫。我有些好奇，摆脱掉随行的保镖，远远地跟了上去。他一路警惕，左拐右拐，
在一个偏僻的咖啡馆外停了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朝着四周看了看，见没人注意，才走了进去。过了一会，一个全身裹在黑色风衣中的人也悄悄地跟了进去。在咖啡店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那个身穿黑色风衣的人掀开风衣的一角，露出里面人的面容，竟然是顾家的二少爷顾选。他们怎么会在一起？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背后或许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现：谁得利，谁就是罪魁祸首。如果顾廷遭遇什么不测，那么最大的受益者不就是顾选吗？陈飞虽然屡次创业失败，却有一个独特的技能，他会说印尼语。所以他经常游走于边境地区，结识了不少外籍商人。难道他是在为顾选和那些外籍商人牵线搭桥？那他们之间到底达成了什么秘密交易？想到这里，我对顾廷双腿瘫痪的原因更加怀疑。我立刻回到顾家，找来最为可靠的老管家，仔细询问了顾廷双腿瘫痪的来龙去脉。老管家想了半天，对我说道：“之前二少爷落水，是少爷将他从泳池里面救了起来。之后，少爷的双腿就越发无力，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问题。”在老管家的提示下，我来到了顾选曾经落水的泳池。我派人潜了下去，仔细搜寻，果然在泳池底部发现了一个空的针筒。里面还有一些残留的药剂。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刻封锁了顾家的消息。随后，我拿着针筒去找顾廷，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和猜测原本地告诉了顾廷。他听后，眼神中闪过一丝暗芒。他没想到自己拼命救下的弟弟，竟然会是害他的凶手。随即，他找来了自己的医生朋友，将针筒中的药剂拿去化验。当天晚上，顾家就传出了消息，顾廷突然病重。顾家的医疗团队束手无策，连顾夫人都慌了，去到了灵台寺，开始长达1年的修行祈福。一时之间，整个顾氏暗流涌动，一向低调的顾选也开始活跃起来，主动过问顾氏集团北方市场的运营情况。顾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林家也按捺不住了。林家的大少爷亲自去了陈飞家中为林晴撑腰，他还给了林晴一张黑卡，给他配备了保姆和保镖，对外宣称林晴是林家收养的养女。我暗中关注着这一切，他们显然是看准了顾廷快不行了，迫不及待地想要让这个冒牌货登堂入室。有了陈飞的牵线，林氏明显偏向了顾选。不过他们不知道，当局者迷，局中的雾气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我还真是低估了林晴的心急，第二天就怂恿林家上顾家拜访，借口是妹妹来认姐姐，换句话就是黄鼠狼来拜年了。林晴下车后，走在林家人的最前方，鼻孔都快要朝到天上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顾家的女主人。好家伙，她还一路就来到顾廷的房间，看见我站在门口，她才没敢闯进去。可她一双眼睛却不停地朝里看，直到看见一个佣人拿着带血的毛巾从顾廷房间走出来，她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她开始对我挑衅道：“姐姐可怜，刚嫁入这顾家，没想到姐夫的身体竟然已经这么虚弱了。姐姐你也不用担心，生死有命，以后还有林家在身后为你扛着呢。”林夫人也上前握着我的手，说着虚伪的客套话：“晴晴听闻顾家的变故，一大早就要来看望你这个姐姐。她知道现在是你最难受的时候，最需要安慰。”我冷冷地看着他们，真是难为林小姐了。
大清早的就想来看笑话，收起你那虚伪的一面。我可不惯着他们，在这里陪他们虚情假意，不乐意了就对回去。好哥哥林浩立刻又跳出来警告我：林月，你别不知好歹，晴晴好心来看你，你还这么说话，你别忘了，你是林家的人。我冷笑一声：是吗？你们把我当林家人了吗？你们当初不过是想把我当作工具送到顾家，现在看我飞黄腾达了，又想来吸我的血。我拍了拍手，2名保镖走了过来。林浩恼羞成怒：你敢！我面无表情，给他打一顿，赶出去。林晴立刻跳出来阻拦：不可以！我冷冷地看着他：你算个什么东西，连他一起打！林晴还想说话，保镖直接扇了他几记耳光。他难以置信地捂着自己的脸：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我！我冷笑着说道：打的就是你这个冒牌货，把他们给我赶出去！林夫人哭着求我：月月，我们错了，是妈妈不对，你别赶我们走好不好？我冷冷地看着她：妈妈，你不配做我妈妈！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们。保镖们立刻上前，将2人拖了出去。林晴吓得一直尖叫咒骂。林夫人见状，也顾不得什么贵妇的体面，竟想用撞墙的极端方式来逼我就范。我看着他们这样，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直接走进了房间。远处传来了林浩和林晴痛苦的叫喊声。我明白，这一举动无异于和林家彻底决裂。接下来的1个月里，林家和顾选的交往更加频繁。陈飞也出了一趟远门，在边境逗留了数日才返回。我和顾婷都明白，顾选要开始行动了。可我们并没有等到顾氏北方市场出现危机的消息，反而是顾氏集团内部查核，有人挪用公款，意图让北方市场资金链断裂。就在这时，一直病重的顾婷突然出现在顾氏大楼，稳住了公司局面，并且注入资金，挽救了北方市场。原来之前顾婷便暗中派人跟着陈飞，发现他和外籍商人交易走私违禁药物。顾婷报警拘捕了陈飞。经过警察的一番审问后，陈飞将与顾选的阴谋和盘托出。顾选找到他，让他帮忙购买能让人身体机能退化的药剂，然后在落水混乱之中给顾婷注射。这次是顾选迫不及待，想要再买一支药剂，加速顾婷的死亡。顾选自知失败，选择了跳楼自杀。林家及陈飞因为经济犯罪和药品走私，全部被捕入狱。一场豪门家族夺权危机顺利化解，顾婷的身体在找到解药以及我的精心照料下逐渐好了起来。她稳稳地坐上了顾氏总裁的位置，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顾太太，顾氏集团的大股东之一。某日，阳光明媚，我心情大好，接到一个电话说监狱里有人想要见我一面。我想了想，还是去了。在监狱里，我见到了林家夫妇，他们哀哀向我哀求：月儿，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你可不可以看在亲情的份上，帮我们一把？我笑道：爸爸妈妈，你们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你们只是林晴的爸妈，现在的一切都是你们罪有应得，你们就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度过余生吧。想着来都来了，我又探视了陈飞和林晴。林晴歇斯底里地咆哮着质问我：为什么？结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嫌弃地看了眼像疯子一样的林晴：这不是你求之不得的吗？林晴突然反应过来了：是你也重生回来了，你这个贱人，为什么你还要抢走我的人生？陈飞，你听到了吗？今天的一切都是这个歹毒的女人造成的，你每天不给她点苦头吃，吃苦头的就是你了。听到这话，陈飞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对着林晴
就是几记耳光。不可能！走出监狱，温暖的阳光洒在我身上。远处一个人斜倚在车边等我，我加快了脚步。这一次，该我奔向幸福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